比特币又崩盘了。比特币在5月13号价格瞬间暴跌，从54000美元上方一路跌到最低49000美元附近，跌幅最高达到 15%。这次的导火索又是马斯克。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马斯克宣布可以用比特币来买特斯拉了。消息一出，比特币的价格立马飙升了 12%， 特斯拉的股价也在当天上涨了 2%。 但是时间仅仅过去1个多月，马斯克又反悔了。就在北京时间5月13号的凌晨，马斯克发布推特，考虑到比特币挖矿和交易所消耗的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使用的快速增加，特斯拉将暂停使用比特币支付。那么马斯克为什么会选择放弃比特币来购买特斯拉？他的态度转变为什么会这么快呢？本期视频就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在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一向特立独行的马斯克老师，这次突然变得政治正确了。政治正确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93年美国的一个司法判决中，当时的政治正确只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带有任何的意识形态色彩。然而现在政治正确这个词似乎变味了，它变得有一种略含贬义的色彩。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言语是政治正确的，言下之意暗藏着这个人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说的话是为了避免对社会中的某些群体造成冒犯，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群，故意符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马斯克说到加密货币在很多层面都是一个好想法，未来可期，但是不能建立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环保这个词可谓非常政治正确了。环保不仅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而且还代表了未来半个世纪人类重点发展的方向。马斯克为什么要造电动车？科技炫酷是一大因素，但是特斯拉宣传更广的、更深入人心的是电动车环保。与特斯拉环保恰恰相反的是，比特币一点都不环保。比特币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最新的剑桥比特币电力消耗指数显示，目前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已经达到了 129.22 太瓦时，1太瓦时等于1亿度电，超过拥有1700万人口荷兰全国的用电量。整个比特币行业所需的电力超过阿联酋、荷兰、菲律宾、比利时、澳大利亚、以色列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比特币挖矿的耗电量每年都在高速增长。2017年初，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为 6.6 太瓦时，到了2018年就增长了7倍左右，为 48.37 太瓦时。2020年10月，耗电量上升至67太瓦时。仅仅几个月过去，目前这个数字又增加了1倍，到 129.22 太瓦时。根据剑桥研究人员的计算，这样的电量足以供剑桥大学运行约70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挖矿的年耗电量还会持续稳步增长。比特币挖矿所使用的这些电量，大部分都是燃烧煤炭的火电。比特币最受到人们诟病的2个地方是洗钱和耗电。洗钱是一个社会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人们都把矛头指向了耗电。大多数反对比特币的人都指出，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充满人类欲望的虚拟货币，消耗了这么多的电量，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电去送给贫困地区的人们使用呢？在现实生活中，学者和企业家是2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学者更加看重的是社会的公平性和人类的文明，而企业家更看重的是效率和金钱。比特币挖矿早就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有一个个的资本在背后推动。一个矿场就是一个企业，这个矿场的目的就是挖出更多的比特币，赚到更多的金钱。马斯克宣布可以用比特币买特斯拉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比特币的科技感，而这种科技感正是特斯拉的目标客户所追求的东西。能用比特币买特斯拉，这就会让特斯拉看起来更加的具有科技含量，更加的炫目，
更加的吸引人，这无疑会增加特斯拉的销量。而现在马斯克又宣布不接受比特币买特斯拉，也同样是基于特斯拉的销量问题，因为比特币挖矿耗费了大量的电力，不环保，和特斯拉宣传的环保南辕北辙。另外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使用比特币来购买特斯拉并不会像刷信用卡那么简单，支付比特币购买特斯拉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税务问题。美国国税局把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归类为资产，所以说当持有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人出售比特币或者把比特币兑换为实物商品时，必须为增值的部分缴纳资本利得税。这就像投资者卖出股票一样，比如一个人以3000美元的时候买入了1枚比特币，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万美元，他准备用这枚比特币去购买特斯拉，这个时候其实你获得了 4.7 万美元的资本收益。美国国税局会确认比特币在你购买特斯拉那天的公允价值，然后与买入这枚比特币的基础价格进行比较，具体缴纳多少税金，这取决于你持有比特币的时间。如果持有超过1年，那么将为盈利的 4.7 万美元支付长期资本利得税，而这个长期资本利得税的多少也取决于纳税人的收入。对于单身申报者，如果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这一税率为0；如果年收入不超过 44.145 万美元，那么税率为 15%；如果年收入超过 44.145 万美元，那么税率为 20%。如果持有比特币不到12个月，那么将支付短期资本利得税，这与普通所得税的税率相同。这意味着，除非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否则如果使用比特币来购买特斯拉汽车，至少需要缴纳 15% 的税。这个时候用比特币来购买特斯拉就显得不是非常划算。我们再说回比特币，其实每一年比特币大涨大跌10几次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这次跌的 15% 为比特币的未来感到担忧。根据剑桥大学另类金融中心测算，截至2020年4月，约有 60% 的比特币算力分布在中国，第二为美国，约占 7%。具体到省份，比特币总算力约有 36% 分布在新疆， 10% 分布在四川， 7% 分布在内蒙古， 5% 分布在云南。在今年2月25日，内蒙古发改委宣布，为了加快淘汰化解落后的产能，计划全面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2020年4月底全部退出。中国在2020年9月签署了碳排放的承诺协议，争取在2023年碳排放达到顶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所以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全球各国已经在开始逐步淘汰火电等能源形式，这对比特币的挖矿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比特币的产量减少，但是需求却随着虚拟货币市场的火爆一直在增加。供需不平衡对比特币造成的影响在长期会逐步开始显现。其实碳中和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环保的概念了，有券商人士指出，碳中和将会是持续半个世纪的投资机会。市面上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碳中和的金融产品，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有机会我会和大家深度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你觉得本期的视频还不错，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